末日来临，人类只有登上一辆死亡列车才有活下去的选择。前世我拼尽全力登上列车并成为强人，无奈却被最信任的同伴背叛，并受尽屈辱而死。当我再次醒来，竟发现自己重生在了末日爆发的6天前。什么情况？我竟然穿越了？这怎么可能？难道是那次加油站旁的扭蛋机？难道这就是自己重生的原因？不管如何，既然老天都给了我再来一次的机会，那么绝对没有人能杀我第2次。这个世界还有6天就会走向末日，我得抓紧时间做好准备。提起末日，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水和食物，但是莱夫很清楚，就算囤积再多的水跟食物，也迟早会有吃完的一天。况且只要足够强大，在死亡列车上可以得到一切。所以现在更重要的是武器。复合弓、钉枪这2样改装一下，威力应该会很大。买了。随后来福又购买了一些防护用具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锻炼好身体，然后等待末日的降临了。在死亡列车上，人类根据实力会被死亡列车依次判定为青铜、白银、黄金、铂金、星钻、尊王、超凡7个等级，每个等级有5星。上一世来福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星尊王，可惜却惨遭昔日的同伴暗算。而如今来福虽有前世的战斗经验，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到了普通人的水平。这回我必须要再次登上死亡列车。还有最后的5分钟，好好享受剩余的时间吧。来福看着窗外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开始在心中倒数计时。5、4、3、2、1。随着钟声的响起，所有人耳边传来一道机械而又冷漠的声音：世界走向末日，天启重创世纪，人类想活下去就去找寻死亡列车吧，那是你们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希望。神经病啊，这是谁在搞恶作剧吗？什么人故弄玄虚？末日开始了。干什么？不要打架，再不起来我就报警了。美女，你没事吧？你身上流了好多血。末日刚刚来临，许多人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更有好事者多半都会是这样的下场。你杀死了丧尸，累计数量3。在来福干掉3头丧尸的瞬间，耳边传来先前宣布末日来临的声音。来福清楚，这些战绩是将来自己变强的资本。背包里准备的食物并不是很多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死亡列车。救命！救命！就在来福思考的期间，一名颇为漂亮的女子从巷子里跑了出来。当来福看清女子腿上一道道被丧尸抓过的伤痕后，立即松开了手中的剑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得谢谢我，让你有机会做鬼，不然你也将跟那些怪物一样。丧尸身上携带传染病，只要被抓伤，很快就会变成行尸本本，而帮他们走坑离是最。前面有家便利店，去看看能不能白嫖一些物资。来福闪身进入便利店中，关门、关窗，然后推来货架挡住门口。但就在这时，一阵细碎的响声突然响起。谁在那？快出来！别杀我！这时，一名身穿校服的少女从货柜后面站了起来。少女显然将来福当成了那些丧尸，楚楚可怜求饶地说道：“站出来一点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”身上没有血迹，这意味着他没有受伤，那就代表没有感染病毒。等等，来福注意到少女脖子上有一条黑线，犹如活物一般正在来回的扭动。既然是初始丧尸，在前世的记忆里，普通丧尸是通过撕咬抓伤感染病毒，而初始丧尸一开始体内就存有病毒，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。就在来福震惊的时候，门外突然响起了撞击声。下一秒，一颗带着血红色眼睛的光头从门缝伸了进来。这是丧尸的变异体幽鬼。这幽鬼虽然只是最低级的变异，但也比普通丧尸结实很多。来福心里一边想着，一边退到货架后，然后突然推起货架，狠狠地撞向幽鬼。没想到幽鬼一声咆哮，来福直接被弹飞了出去。随后幽鬼快速地冲了过来。就在这次，对不起，你迟早都要死，与其变得跟那些怪物一样，还不如死得痛快一些。来福说罢，趁幽鬼还没反应过来，掏出匕首狠狠刺向可可。你杀死了幽鬼，累计数量1，天启奖励与优势。这么快就出奖励了，没想到运气这么好。接下来，来福从幽鬼身上取出绿幽石。这绿幽石眼下是没有任何用处，但是等到登上死亡列车后就有大用了。随后，来福将绿幽石收好，又从便利店搜刮了一些物资。本来是想在这里休息一阵的，
但现在这么一闹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所以只能另找他地。临走前，来福看着少女的尸体说：“很抱歉，这是末世。”深夜很快降临，经过几个小时的末日洗礼，街道仿佛成了人间地狱，到处都堆积着尸体，血液让地面附上了一层嫣红之色。莱弗拉贤搭建一路斩杀丧尸，半小时后来到了一座教堂前。记得这教堂末日爆发前就很少有人来，想必现在更是没人，不如在找到死亡站台前就把这里当作根据地吧。随后来福便朝教堂走去，但是刚走进教堂的瞬间，来福的肌肉立马紧绷起来。好重的血腥味儿！来福朝四周看了看，发现教堂内一片狼藉，这显然是大闹过一场的景象。这时一滴水突然滴落，爬行者，又是一具变异丧尸，我这是走了霉运了吗？该死！末日来临，人类只有登上一辆死亡列车才有活下去的选择。前世我拼尽全力登上列车并成为强者，无奈却被最信任的同伴背叛，导致我受尽屈辱。该死，这爬行者可比上次的幽鬼强了好几个档次。该死的！要是换了上辈子，你这种垃圾，我一只手捏死你！来福被爬行者牢牢地摁在地上，下一秒一只爪子狠狠地拍在了来福的胸口。要死了吗？不，绝对不能死！好不容易重生了，自己怎么能在这种地方轻易的死掉？根据前世的记忆，这爬行者没有控制还有自愈能力，唯一的弱点就是他的脖子。突然，爬行者张开巨口，来福咬来，来福赶紧避。只见爬行者的脑袋重重撞在地上，机会就趁现在！几乎是爬行者头晕的一瞬间，来福抓住机会从腰间掏出匕首，把爬行脖子刺了过去。我可是来福，曾经被称为夜叉的男人，怎么可能死在你这种杂碎的手里？你杀死了爬行者，累积数量1，天气奖励乳液脑髓。果然，危险总伴随着利益，这东西可比绿优势强太多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教堂怎么会有爬行者的？这教堂平时就没什么人，爬行者不会无缘无故闯进来，除非……根据来福前世的记忆，死亡站台不是固定在某个位置，而是各地随机刷新的。所以能够登上死亡列车，不仅需要强大的实力，还需要足够好的运气。而一般刷新站台的地点会有大量的丧尸守卫，莫非这里？想到这，来福随即跑向教堂的另一侧，将通往深处的大门。好家伙，看来我猜对了。来福打开门后，只见一条通道内密密麻麻布满丧尸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通道后面就是死亡站台，而过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冲过去。来福知道事到如今，唯有玩命这一出路。都给我滚开！死亡站台，我就说自己一定会活下来。来福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，只见眼前是一辆黑色的列车。欢迎来到死亡列车，你的编号为23号。23号，居然还有22人比我先抵达列车，还以为我的运气已经够好了。接下来就是决定车厢号了。死亡列车的车厢是普互通的，所以选好车厢很重要。于是来福走到7号车厢前。7号，我是7月7号出生，而且我感觉7这个数字会给我带来好运，就选它吧。死亡列车的基础车厢没有座位，想要休息只能坐在地上。来福进入车厢后，发现里面也有3人。第一个男人表情淡然，丝毫没有一丝恐惧。第二名男人大概30来岁，身材匀称，肌肉线条明显，很像是那种常年执行任务的老兵。至于最后一个女人，长相还不错，但是表情惶恐，显然内心充满了恐惧。这应该是个走运的废物。来福一边想着，一边往车厢后面的角落走去。那个，等等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没有。来福不再理会女人，随后坐在车厢的角落开始闭目养神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来福被一阵喧闹声吵醒，此时车上又多了一男一女。小子，你竟然有吃的，给我把吃的都交出来！你拿什么人交换？我用自己的拳头交换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白痴！你不相信我敢揍你！警告：死亡列车内严禁私斗，但凡不听劝者将受到恐怖的惩罚。神神叨叨，我可不怕，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怎么样！随后，来福将男子的尸体从窗户丢下列车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车厢内的人也开始多了起来。
欢迎大家登上死亡列车，我将带领大家开启求生之路。列车即将发车，预计6小时后抵达不夜城。发布任务：前往不夜城寻找黄金药剂，找到药剂的乘客才能够重新上车。前3名上车的乘客将获得特殊奖励。话音刚落，车厢内立刻议论纷纷，显得无比嘈杂。各位请安静，大家想一想，突然降临的末日已经是超自然范畴了。而且这辆列车也明显超过了人类的认知，对吗？所以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只能按照那家伙说的话去做。那家伙可是要我们离开列车，去找那什么鬼药剂，外面到处都是丧尸，我才不要离开这里。我劝你最好离开，如果强行留下这辆列车会杀了你，不信你试试。所以我们需要团结，只要大家的力量结合起来，一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。西装男人的话很有蛊惑性，不少人被他煽动暗自领悟。现在我希望大家能把有用的东西都拿出来，我们平均分配一下，帮助别人就是帮助我们自己。随后大多数人都选择相信男人，将自己手中的资源掏出并进行组织。这位小兄弟，你看要不滚开，别惹我。这人真自私，就是不想把资源贡献出来。就是。组队团结，这可是末世。上一世我可是见过同伴为了争夺一块面包便拔刀相向的，在这文明崩塌的末世，能够相信的永远只有自己。通知：餐车即将开放1小时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人类为了求生只能登上死亡列车。我们又不是没钱，为什么不卖给我们食物？就是什么情况啊？对不起，餐车食物只能使用专属骷髅币购买，其余种类货币均不可用。什么是骷髅币？骷髅币是死亡列车专属货币，击杀丧尸所获得的物品可以兑换，完成死亡列车的任务也可获得。那我这么多钱不得作废了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正当所有人都为买不到食物而感到懊恼时，来福却知道餐车的价值可不只是吃饭这么简单。这餐车分为3个部分，第一部分自然是吃饭的，而第2部分是个酒吧，其真正的作用是交易物品、兑换道具。至于第3部分，则是用铁丝网隔离。上一世到死，我也没有开启第3部分。来福来到酒吧前台，我要查阅自己的资料。姓名：来福，等级未达到评级标准，职位：无，骷髅币数量0，仓库储备无。当老板娘伸手在来福眼睛的前方抹过后，来福便看到了自己的眼前出现了财富。哎，果然还只是普通人的水平。来福叹了口气，然后将绿幽石放桌子上问道：能够给我多少钱？老板娘看了看桌上的绿幽石，微笑35个铜骷髅。目前估计车上只有我能跟你交易，你应该大方点，股市怎么样？老板娘想了想说道40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成交。另外我需要1瓶身体素质强化药剂，这40骷髅币就当购买其他材料的费用吧。材料的费用是够了，但是制作费用呢？糟糕，忘了这茬了，买了材料自己就身无分文了，还哪来的制作费用？不过我可以让你赊账。这时候老板娘的声音如同天籁般响起，让来福瞪大了眼睛。那你要什么？来福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便问道：我知道你们要去找黄金药剂，我也要1瓶。黄金药剂至少能换1枚银骷髅。你是想要1枚银骷髅，还是活下去？是啊，如果不服用强化药剂，就靠现在的身体素质，能不能活着回到车上都不一定。来福犹豫片刻后说道：帮我制作药剂。正好有现成的。来福拿到药剂，黑着脸就走。这买卖真的是亏麻了。看着来福的背影，老板娘笑着说道：喂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我的老主顾。就在其他人还在研究怎么弄到骷髅币换取食物的时候，来福回到7号车厢，趁着没人将药剂。这回生还的概率应该提高了不少。查询资料。经过老板娘开通权限后，来福现在可以随意查询自己的资料信息。青铜一星，看来已经得到列车的评级了，虽然只是青铜一星。各位乘客请注意，死亡列车将在5分钟后抵达不夜城。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列车上大多数人们都感受到了恐惧，只有来福慢慢起身。不一会列车就到了不夜城。不，我不走，我就待在这里。你如果不去找药剂，是无法回到列车内的。女孩显得异常纠结，最后突然向列车内冲去。年纪轻轻就这么死了。来福走出站台，来到一家服装店。记得上一世也做过这个任务。黄金药剂是康普公司所生产，其总部、研究所、分公司总裁别墅均能找到，不过眼下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度过今晚。食腐者，又是一具变异丧尸。
这持符者虽然破坏力很强，但是速度却是慢得离谱，对于喝下药剂的我应该构不成什么威胁。来，割断墙上老化的电源，迅速转起。就趁现在。你杀死了持符者，累计数量1，天启奖励变异眼球。又出东西了，我这运气还真是好，这眼球起码能卖300-400铜骷髅币。随后来福蹑手蹑脚地走出了服装店。这里应该没有丧尸，今晚就在这对付一下吧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死亡列车抵达不夜城。看来这不夜城还是老样子，上一世纪的这里白天没什么危险，一到晚上街道上就全是丧尸。如果现在还在外面活动，那只能是自求多福了。就在来福刚要准备睡觉的时候，窗外传来求救的声音：“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救救我！”来福睁了睁眼睛，随后叹息道：“哎，如果死了，就怪这末世吧。救救我！我知道哪里有黄金药剂，求求你们，谁来救救我！”黄金药剂这么快就有人找到了，不会是骗人去帮忙的吧？尽管来福知道好几处有黄金药剂的地方，但谁能保证会不会被别人先找到？于是来福拿起复合弓翻出窗户。快过来！抓住我的手！谢谢你一人一救我！快，先进屋再说。谢谢你救我，我叫陈晓峰，你是我的恩人啊！我救你并不是因为我是好人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明白。所以你之前大喊大叫着知道黄金药剂的下落，如果是骗人的，那么我只能让你知道会杀人的不光只有丧尸。不，我真知道，没有骗你。去那边坐下说。距离这里2条街有一家商店，里面有黄金药剂。什么商店？你怎么知道有药剂的？一家保健品店，门口的广告牌写的。写的什么？康普公司顶级生物保健药品黄金药剂，庆典3周年活动限量销售。这小子真是走运，自己前世在不夜城找了好几天都没看到过康普公司的保健品商店，这小子第一天竟然就碰上了。睡觉，明天去找黄金药剂。好的，兄弟身手这么好，我们一定能拿到黄金药剂的。来福看了男人一眼，并未多说什么，闭上眼睛继续假寐。你确定是这里吗？确定，兄弟，你看广告牌就在那。既然是售卖，肯定有很多库存，我们可以多拿一点，好好完成任务，应该能得到更多奖励吧？应该吧。走。我们这是去哪？不去商店吗？你的意思是直接从正门进去，然后被那些丧尸围死吗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随后来福看了男子一眼，率先顺着管道爬上房顶。从这个通风管道应该就能直接通到商店里，抓紧跟上。落地瞬间，来福看了一眼四周，随即眉头一皱，只见周围一共5个金属货柜里摆放的药剂瓶全部都是碎的，全都碎了，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，肯定有没碎的，不可能，一定不可能。此时的陈晓峰脸色阴沉，非常的不甘心，而来福倒是面色自如。碎了就碎了吧，本来也没想过这么容易就能找到黄金药剂。就在此时，陈晓峰突然喊道：“快看，这有一道门，说不定这里面有完好的黄金药剂。”说完，陈晓峰便按了下门上的开关。快点开！竟然是贪食者！这贪食者也是变异丧尸，最重要的是这家相当于白银1星的水平。要知道来银金才青铜1星。快撤，离开这里！黄金药剂，那里面有黄金药剂。来福顺着陈晓峰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那扇门后的货柜上果然有一瓶完整的黄金基因药剂。真是棘手，这贪食者力量巨大，能够喷吐腐蚀毒液，每日需要吞噬大量丧尸或者人类。来福皱着眉在脑海里回忆着贪食者信息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这贪食者似乎是被困在那扇门后挺长时间了，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很久没进食了，所以现在应该是虚弱状态，有的打。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快跑，绕着货架跑，把他隔开。既然贪食者已经盯上了陈晓峰，那他无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诱饵，而来福自然可以放心的登机。该死，这波攻实在太烂了，等有足够的骷髅币，非得买把道具兵去。竟然卡住了，好机会！陈晓峰，快把地上那个钢管丢给我！去死吧，贪食者！你杀死了贪食者，累计数量1，天级奖励毒囊腐蚀。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来福若有所思的看了陈晓峰一眼。
没事，走，去看看那瓶黄金药剂。随后两人一起来到放有完整药剂的房间内。当来福拿起黄金药剂的同时，那道声音再次在来福耳边响起。获得黄金基因药剂，其功能有增强免疫力、提神醒脑，可一定幅度增强身体素质，小概率出现能力突变。小子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小子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做什么？当然是杀了你啊！只有一瓶药剂，你肯定不会让给我的，对吧？呵呵，那你觉得你有能力杀我吗？不，别杀我，我开玩笑的，兄弟，我不要黄金药剂，我不要。我好歹救了你一命，你就这么报答我的，对吗？不过我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，因为这就是人性啊。解决完陈晓峰后，来福拿起黄金药剂犹豫了一下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这瓶我就先喝了，接下来再找2瓶，一瓶交任务，一瓶给老板娘。身体素质又提升了，不知道等级会不会从青铜1星提升到2星。人物资料信息的查询只在死亡列车上进行，所以来福倒是不清楚自己的等级提升。唉，可惜没有触发能力突变。随后来福从通风管道爬回商店外面，便迅速离开，同时也在琢磨下一瓶药剂该去哪里找。好饿，这附近要是有吃的就好了。来福走了没多远，忽然停下脚步，抬头看向对面，竟是一家食品批发站。哦，好家伙，难道今天真是自己的吉日？来福进入批发站，在里面吃完饭后，将一些包装完好的食品堆积到推车上。先回之前的屋子去，毕竟他要找2瓶黄金药剂，这可不是3、5天就能搞定。站住！前面的家伙站住！原来还是熟人，朋友，还记得我吗？有事吗？介绍一下，我叫高文，这是秦玉，这是林之涛，这是吴良人，这是甘霖，我们都是7号车厢的。我知道，所以有什么事吗？一个人在这地方可是很危险的，所以我还是就是重提，你要不要加入我们？大家一起也好有个照应。呵呵，然后把食物分给你们，对吧？此时高文顿时尴尬，这的确是他的想法。几人已经饿了很久了，我没兴趣组队，也不打算给你们食物。如果你们想要吃的，就自己去找。哼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？现在大家都落难了，应该互相扶持才对，怎么就这么斤斤计较？互相扶持，可笑！只怕等我被丧尸围了，你们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跟他废什么话？小子，今天你不给也得给。怎么说不通就打算抢吗？就抢你了，怎么样？你还敢动手，我要飞了你！哼，不自量力！上啊！我们人都大家一起上啊！你们不想要吃的了吗？上！他不想让我们活，我们自然只能拼了。别以为你是女人，我就不打你。在这末世，你那漂亮的脸蛋还不如一块饼干。救命！救命！这就是你们说的互相扶持。溜了。来福不知跑了多久，见背后没有丧尸追击，便放慢了脚步，随后回到了之前的屋子。这康普分公司和总裁别墅都有药剂，接下来得到这2个地方看看去。不过在此之前得找武器，总不能每次都跟丧尸肉搏吧。记得这附近就有一家射击俱乐部，应该能搞到武器。目前距离丧尸夜行还有一段时间，现在去应该还来得及。随后来福立即动身前往射击馆。就在来福找到枪械并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地面竟然开始轻颤起来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死亡列车抵达不夜城。来福与高文一伙人发生冲突之后，去射击馆寻找枪械。不错，有了这个心里的底气，又提升不少。就在来福要离开射击馆的时候，地面竟然开始轻颤起来。突然，来福后方的地面裂开1道缝隙，紧接着一只柱便从裂缝中探了出来。青铜 BOSS 级地龙。末世降临，除了丧尸横行之外，许多远古物种也复苏醒来，而地龙就是其中之一。来福前世也遭遇过地龙，所以很清楚它的弱点。这地龙速度一般，攻击模式为舌头伸展、撕咬，弱点是它的眼睛和腹部，但较为麻烦的是它会钻地。来福边打边揍，高科技机枪的反射和地龙后，忽然巨人身形用爪在地上挖开一道大洞钻了进去，但来福脸色不变，因为他早就猜到了地龙会钻地。两眼失明，地龙彻底成了瞎子，没办法。而来福也是仇敌击鬼，开枪死。你杀死了地龙，累计数量1，天启奖励地龙鳞、地龙牙、地龙爪。滚！
主角的运气向来都是不错的。来福将东西收好，便迅速离开设计馆，回到了自己作为据点的屋子。今晚就先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去康普公司总裁的别墅看看药剂还在不在。第二天下午，来福来到一处别墅前01922，没错，就是这里了。希望一切顺利。进入别墅后，来福看着墙上挂着的一幅照片说道：“史密斯·戴维斯，康普分公司的总裁，果然和前世的记忆一模一样。那么，根据前世的记忆，黄金药剂应该是在3楼的保险库里。”接着，来福端起枪，慢慢的朝3楼走去。进入3层，来福很快就在史密斯的书房找到了保险库。来福将保险库门锁打坏，立刻蹲下。只见天花板上打开了2道裂管，2杆悬挂的机枪忽然就从裂中降了下来。机枪扫射过后，只见侧面的墙壁同样暗，忽然打开后，2头丧尸犬便冲了出来。还好我早有准备。来福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，随即便看到里面放着一些珠宝，还有现钞。银子在末世就是一堆废品，难道还能指望丧尸卖东西给我不成？来福直接无视了这些东西，而是将目光落在了一个盒子上。哇哦！黄金药剂果然还在。随后，来福收好黄金药剂，又看了看天色，时候不早了，现在回去恐怕会赶上丧尸夜行，而且周围的丧尸也清理的差不多，今晚就暂时住这吧。接着，来福靠起背坐。这里竟然也有暗门。来福进入暗门往深处走去。这桌上貌似放着什么机密文件，也许能有新收获。来福走到桌前，翻看着桌上的文件。5月1号，实验体4号采试仲裁者竟然实验成功了，将近1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。不过实验室表示其仍有缺陷，需要继续完善。10月2日，实验体7号黑金仲裁者完成，一切测试完美，总部欢欣鼓舞。接下去就是跟军方接洽了。如果谈判成功，不光能得到巨大的财富，还能让公司的名望更进一步。什么鬼？这东西像是某个实验的记录，还有这黑金仲裁者又是什么东西？来福不由对这玩意来了兴趣，接着眼睛一亮，这些文件的下方还压着一把钥匙。这难道是那所谓的实验室钥匙？有点意思。如果有可能，真想去这实验室看看黑金仲裁者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而且既然是康普公司的实验室，也许有黄金药剂也说不准。但是光有钥匙也没用啊，谁知道那实验室在什么鬼地方？我知道了，原来是那个地方。记得在不夜城的西南面有一块被康普公司买下的地皮，其中有一片区域被铁丝网隔开，挂着禁止入内的牌子。当初就觉得那地方有些古怪，现在看来我是有必要去那走一趟了。之后来福确认没有遗漏下重要东西后，便返回别墅。此时天色已黑，窗外隐隐传来丧尸蹒跚走过街道的声音。来福将窗帘拉好，闭上眼睛开始休息。次日，来福来到被封锁的那片区域，只见铁丝网不知被谁剪开了个大洞。难道已经有人来过了吗？末日爆发，丧尸危机，来福为了寻找黄金药剂，抵达一处禁区。难道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了吗？看来得抓紧时间了。地下停车场上面这么大的空间不见，却建在地下，有点意思。谁在那？又是爬行者。上次因为没有枪械，所以击杀起来很困难，现在倒是不足为惧。该死，这里居然也有！真是好险！来福击杀爬行者后，继续往车库深处前进，接着很快就发现了一座电梯。呵呵，这车库上面就是一块荒地，电梯要往哪里通？随后，来福进入电梯。果然，看来我猜对了，这里大概就是那所谓的实验室了。来福走向大门，本以为自己手里的钥匙可以开启，但事实是想错了，这就是一扇纯粹的电子门，根本就不用钥匙。哎，那就只能用老办法了。警报！警报！内部设施遭受破坏，防御系统启动。警报声刚刚停下，两侧的墙壁忽然伸出了2枚圆形的锯齿刀，来福立刻向后退去，只见刀片不断旋转向前而来。好险好险，真是鬼门关上走一遭啊！来福刚松了一口气，紧接着第2组锯齿刀出现。这个高度倒是没什么危险，只需蹲下就没事了。正当来福感到庆幸的时候，刚才那第一排的刀片竟然折返了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。跳起来，上面的空隙绝对不足以躲过第2组刀片，蹲下又会撞到第1组，只有趴下才行。来福迅速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旋转的刀片几乎贴着来福的头皮掠过，来福勉强又躲过一击。而此时居然还有第3组刀伸了。我靠，这该怎么办？跳不能跳，蹲不能蹲，现在连趴下也不行啊！就在这时，实验室的大门居然开了一道小口，看来只有拼了。
好家伙，差点就被大卸8块了。这是什么研究所？不会还有机关吧？来福觉得面对那些防御机关，还不如让自己和变异丧尸打一场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。随后来福在实验室摸索了一圈，只见这实验室空空荡荡，除了中心有一座金属工作台以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就这么完事了？这不是坑爹吗？来福不死心地观察着四周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只见这工作台的下方竟有一个钥匙孔。终于是找着了。来福毫不犹豫地拿出钥匙，试着插了进去，随即心中一喜，果然能对上，看来没错了。来福扭动钥匙，只见那工作台的上方2块金属板打开。恭喜你得到黑金仲裁者芯片。神秘的声音响起，来福却是一脸迷惘。我得到了黑金仲裁者芯片，那黑金仲裁者在哪？还有这芯片又是用来做什么的？随即来福看向实验室的监控摄像头，也许这是可以揭开谜底的关键。来福将墙角的监视器拆下，取出里面的硬盘，随后找到另一个通道离开研究所。丧尸夜行的时间应该快到了，你得抓紧时间，还有一瓶药剂要找，今晚就去另一座实验室，找完直接回死亡列车。来福快步穿过厂区，前往另一座实验室。相比之前，这座实验室就显得光明正大了。来福进入实验室大门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电梯。来福清晰地记得上一世在哪个房间找到的药剂。进入电梯，直接按下 B2 层后，便靠在一边闭目养神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电梯的顶端一直传来响声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踩踏一般。来福枪侧耳倾听，辨别着那响声的具体位置。突然，来福举出子弹，将电梯的顶端打出一个个弹洞，同时那声音更为急促了起来。下一秒，一声巨响，电梯的顶上忽然炸开一道大洞。来福一通扫射过后，抬眼一看，这团黑影竟是一具仅有7、8岁的丧尸儿童。哎，如果要恨，就恨这该死的世道吧。随后，来福进入实验室的最底层，来到了一条通道。只见通道内堆满了丧尸的尸体，整整有10几具。又有人捷足先登，会不会是之前剪开围墙铁丝网的人？末日爆发丧尸病毒，我为了寻找黄金药剂，前往实验室的最底层，随即看到10几具被放倒的丧尸躺在通道内，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方摸索过去。救命！还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不是高文那伙人吗？快，再找点绳子之类的东西。靠，你让我上哪找去？试试枪，把枪递过去。甘霖，快抓住枪！不行，还差一截。快抓住衣服！我要射击了，我们走。那甘霖怎么办？已经救不了了，就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前面还不知道有什么危险。再说带着这个女人有什么用？除了浪费我们精力去照顾她，她还能帮什么忙？高文，你混蛋，你不得好死！对不起，你先顾着你自己吧，我们走。甘霖望着高文几人远去的背影，眼里充满了绝望。仅凭他手里的一把手枪，是绝对抵挡不住2个蹒跚而来的丧尸。唉，我的生命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甘霖举起手枪，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不甘。嗨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竟然也来这里了？怎么，来看我笑话吗？就在这时，来福突然双脚倒挂，向甘霖伸出双手。怎么，不想活吗？为什么救我？救你，当然是有理由的。啊，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来福说完向前走去，甘霖犹豫了一下后，就跟了上去。你们不是说好的互相扶持吗？他们怎么把你丢下了？此时甘霖低头沉默。是啊，自己真傻，信了他们的话。事实证明，大难临头，为了自己活下去，任何人都能做出任何事情。你不是想组队吗？现在我可以和你组队。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们是来找黄金药剂的吧？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里的确有黄金药剂，不过只有1瓶。那么你们4个人应该怎么分呢？唉，他们已经抛弃我了。你可以回去找他们。找他们？我懂了，你是想让我离间他们，然后浑水摸鱼。聪明，反正你们谁拿，其他人都不会满意。既然如此，还不如给我。这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凭什么帮你？因为我救了你，而且凭你自己的能力，根本无法离开这里。那我可以归队，没有非要帮你的必要。哈哈哈，那你觉得你归队后，他们不会再次把你丢下吗？会不担心你报复他们吗？甚至心狠一点，还有可能想办法杀了你。甘霖脸色惨白，因为他也无法确定高文几人会不会这么做。好，我去。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也弄1瓶药剂？不可以。来福果断拒绝，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代价让我帮忙。甘霖咬牙沉思，忽然好像做出了什么艰难的决定。只要你帮我，你想怎么样都可以。来福打量了一下甘霖，不可否认甘霖的确很漂亮，身材也很好，但来福依然说道：我对这些没有兴趣，更不会为了这个去拿自己的生命冒险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有药剂的地方。呵呵呵，能不能拿到你就不管了，对吗？没错，
所以你要不要去？一会可就没时间了。开枪！高文等人互相配合，很快到了通道的尽头，几人警惕地打量着四周。这时后方突然响起了清晰的脚步声。别开枪，是我。你是怎么回来的？那个桥下正好有个管道，我勉强能爬进去。丧尸不会爬行，所以我利用管道钻出来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没事就好。你要明白，我们之前也是逼不得已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没关系，我一个弱女子自己也离不开这里，所以我现在只想归队。你能这么想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我们走吧，我和无良人前面开路，秦玉和你负责警戒后方。好。我们要回车上，是不是至少每人得有1瓶药剂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高文一直没提，如果找到药剂，谁该先拿？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数量不够，我肯定没份。我一个弱女子，全凭你们保护，不敢奢求药剂。但是你甘心让高文先拿吗？他是队长，先拿也应该吧？呵呵，队长，他也就耍嘴皮子能耐。枪店那头变异丧尸是无良人杀的，水跟食物是你找到的，凭什么他先拿？好像是这么个道理，大家都在玩命，他有什么资格先拿？快跟上！你们磨蹭什么呢？走出通道，几人来到一间仓库，只见里面摆满了黄金药剂的货柜，只不过上面的药剂瓶全都是碎的。搜，找找有没有完整的。给我！高文脸上难掩兴奋，同时秦玉和无良人也纷纷看向这边。3人同时盯着甘霖，就像饿极了的狼。我没说不给，但就1瓶药剂，我该给谁？给我。我的意思是先给我保管，等会我们再找其他的药剂。当然，既然组队，先拿到的也应该帮助其他人。对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放心，我们大家都会有份的。但凭什么给你？我觉得秦玉和无良人的功劳都比你大，按道理应该让功劳大的人拿才对。真是麻烦，这丧尸怎么没把他咬死？不过我倒有个公平的办法，既然决定不出到底谁拿，我们不如抽签，拿个空瓶转到是谁，就由谁拿。可以，你们2个有意见吗？没问题。随后几人围成一圈，甘霖则拿一个空瓶放在几人中间。看，说到底最后还是我，这回可以把药剂给我了吧？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高文等人在仓库找到黄金药剂，奈何药剂只有1瓶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几人玩起了抽签。看，说到底最后还是我，现在可以把药剂给我了吧？这家伙就是个骗子，他明明出力比你们2个都少，结果什么都要由他分配，凭什么？特么的，赶紧把药剂拿来，不然就去死！高文，你竟然杀了队友！打死他无良人，他就是在利用我们，你不杀他，等会他就要杀了我们。无良人略显犹豫，心存善良的他只是朝高文脸上开了一枪，然而下一秒高文抬手。早把药剂拿来，何必这样？现在交出药剂，也许我会饶你一命。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，饶命，饶命！之前是我有眼无珠，黄金药剂归你，放了我吧。呵呵，黄金药剂是你的吗？你们是一伙的，我早该想到他是你救下来的。现在知道怕了吗？知道求饶了吗？直接一点。别杀我，求你们。走吧，这里已经没有黄金药剂了。另外，把他们的枪拿上，会对你有用的。随后2人从另一出口返回，路上并未遇到丧尸，很快2人就回到了研究所的最上层。还有2个小时才天亮，我们可以在这稍微休息一会。另外，这是另一处药剂所在的地图，我说话向来言出必行。能帮我拿到吗？真的无论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别说了，你付不出让我满意的价格。只要你帮我，只要我活着，以后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如果你能活下来，也许在下一个站台可以拥有跟我谈条件的筹码，但是现在你没有，因为我从不赊账。来福说完便闭上眼睛，不再理会甘霖。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好好的，怎么就突然世界末日了？我只想好好活着而已。甘霖哭着宣泄着自己的情绪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哭累了，便沉沉睡去。来福则是在一旁始终保持着警戒，直到天亮。唉，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吧。
来福离开研究所后，直接原路回到死亡站台，回到了7号车厢。恭喜你完成任务，回到死亡列车。由于你是第一个回到车上的人类，所以将给予特殊奖励，请在餐车开放后前往领取。记得这死亡列车在第一站停靠的时间是15天，所以任务完成的时间越短，就越有充足的时间休息。至于第15天才上车的人，基本上就只能休息几个小时了。而现在只过去了1周，也就是说我还有8天的休息时间。来福靠在墙角，闭上眼睛开始睡觉。这1周的夜晚，由于丧尸夜行，根本不敢睡死。眼下倒是无所顾忌，来福终于可以睡个好觉。在休整了几天后，陆陆续续有人回到了7号车厢。相比刚上车的时候，人员已经只剩下了一半。欢迎大家登上死亡列车，我将带领大家继续开启求生之路。死亡列车将在8小时后抵达失忆之都。发布任务1：寻找失忆之都隐藏的真相。任务2：寻找并破坏丧尸病原点。任务3：击杀 T 博士。3项任务完成1项即可重新登上列车，完成2项将得到特殊奖励，完成3项可开启12小时单人车厢挑战权。另外餐车即将开启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有了先前的经验，车厢的众人倒是没有像之前一样嘈杂混乱，众人井然有序在餐车吃饭、交易、兑换物品，而来福则是直接来到酒吧老板娘的前台。2瓶药剂，1瓶欠你的，1瓶交任务。很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守信用的人。这是你这次任务的奖励。资料查看：阿拉斯加捕鲸叉生存刀，杀死目标可快速治愈伤势，在非受伤状态下可以快速恢复体力。不错，好武器。有出色的表现，自然会得到与之相称的好东西。随后来福又将变异眼球、地龙鳞、爪、牙等在不夜城得到的东西卖出，然后将黑金仲裁者芯片拿了出来。抱歉，这件物品不在交易清单之中，不过我知道这件东西是什么，你可以向我购买资料。要多少？50枚银骷髅。拼死拼活才挣到个位数，你这一上来就50，这不是要了咱的命吗？相信我，资料越贵，自然代表着物品档次越高。问题是咱没钱啊。还是等下次吧。另外，我还要买一些武器。好的，需要我帮你推荐吗？我需要一把不错的弓，当然还有剑枝。我推荐这把名为黑鹰的特制复合弓，它可以使用5种不同的剑枝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够升级。普通的武器等自己实力提升后，基本就成废品了，所以这个升级是很重要的。多少钱？黑鹰的价钱是1枚银骷髅，随后的升级均为1枚金骷髅，另外还送3种剑枝。好家伙，金骷髅都出来了，不过买是肯定有必要买的。老板娘，这个我要了。来福买下黑鹰复合弓，接着又买了一些武器、道具，还有失忆之都的资料，随后便回到7号车厢，一边吃着面包，一边查询自己的资料信息。因为服用了黄金药剂，再加上配备了更好的武器，现在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白银1星，嘿嘿。来福关掉个人信息后，立马又看起了失忆之都的资料。失忆之都，末世降临后出现的神秘都市，这里的人们生活在末世，却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，依旧过着正常人的生活。但是到了晚上12点后，街道上就会到处都是丧尸，而到了白天，人们又会正常的生活，完全不记得夜晚发生了什么，这就是失忆之都的来历。只有白天的记忆有意思，但问题是，为什么这里的人类还没死光呢？还有白天的时候，丧尸去哪了？难道这就是任务之一，解开失忆之都的谜题？这次的任务对来福来说也是比较新奇，因为上一世来福没有去过失忆之都。8小时很快过去，死亡列车缓缓驶入站台，车厢门再次打开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我找到黄金药剂后，终于再次登上死亡列车。接着神秘声音发布新的任务，列车将前往失忆之都。看来这失忆之都真就像资料里写的那样，一点没受末日的影响，这里的人还能正常的生活，至少是在白天。狗崽子！我去，这里的民风这么彪悍的吗？失忆之都的混乱无需来福士领教到。此时天色接近傍晚，来福决定先找个地方住下。我需要一个单人间，请问还有房吗？当然，一晚上150块。竟然还要钱？废话，你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差点忘了，这里的人并不知道末日的到来，而是仅凭有限的记忆过着正常的生活。行，150块，没问题，请稍等一下。随后来福离开旅店，随意的拦住一名兄弟，借你的钱包用用。既然失忆之都秩序混乱，之前还出现了当街杀人的一幕，那么我抢个劫应该不犯什么毛病吧？眼前男子浑身颤抖，把钱从钱包里都拿了出来，然后将空钱包递给来福。我靠，智障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不想借钱包了，还是借钱吧。那个，我的钱包比较值钱。钱包你自己好好留着吧，谢谢，再见。来福重新回到旅馆，将钱放在女人跟前，
顺便还多加了100块。一个单人间，再麻烦随便送点吃的过来，多的就当小费了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夜晚来临，来福站在窗边，只见街道四周出现许多丧尸，步履蹒跚的走在街上。白天是无序的犯罪之都，夜晚是丧尸横行的末日，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先不管这些，这里正好有电脑，之前在实验室拿到的监控器硬盘，或许现在可以研究研究。来福将硬盘连接到电脑上，随后视频开始播放。只见工作台上躺着一个人，被绑手脚，痛苦的悲鸣。我靠！活体实验，拿人类做活体实验，无疑是惨无人道，绝不允许的。这康普公司背地里竟还干着这种天怒人怨的勾当。来福接着看视频，只见研究人员焦急地将工作台上的人类装进一个金属箱子里。这时突然一群丧尸冲了进来，将研究人员全部咬死。一名研究人员在临死前将仲裁者芯片丢进了暗格里。看来这黑金仲裁者实验似乎是什么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，也就是说，要让手里的芯片发挥作用，必须得先找到实验体。可自己都离开不夜城了，还上哪去找实验体去？除非这实验体被运到了其他城市，一切随缘吧。来福拔掉硬盘，再确认完没有遗漏重要内容，将其销毁。先睡一觉，明天好好逛逛这地方。死亡列车给出的3个任务，至少也得完成1个才行。次日清晨，来福被一阵枪声惊醒，来福立刻翻身跃起，打开房门。什么情况？有人抢劫！全部把门打开，把钱交出来，等我们进去自己拿的时候，可就没那么客气了。粗犷的喊话声响起，来福将女人拽进屋。他们有多少人？6个。好，我住在你这旅馆也算是缘分，这事我帮你解决，你就躲在这吧。自觉点，把门打开，不然我们不客气了。奶奶的，拿支小枪跟我开火！出来啊，有种出来啊！现在干掉4个，应该还有2个在1楼前台。来福小心翼翼下楼，却发现楼下前台空无一人，想必剩下2名歹徒早就逃跑了吧。这时一名身穿西装的成人撞上来。我是艾杰斯，一名谈判专家，有事好商量，你说个数。咱们抢劫归抢劫，但别杀人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要谈判去楼上跟那些劫匪的尸体谈去吧。你不是劫匪，你是说那些劫匪全死了？对，没错，所以你不需要和我谈判，再见。随后来福离开旅馆。我得在这城里搜索一些情报，顺便再找个新的落脚点。就在来福坐下休息时，喝吗？恭喜你通过第1站台，不过我应该说过，我不喜欢和人组队。你说过的，如果我在第1站台活下来，在下一个站台就拥有和你谈交易的资格了。那么你想谈什么交易？记得死亡列车发布的3个任务吗？第2个任务是前往失忆之都，寻找并破坏丧尸病原点。你有什么情报吗？我目前没有情报，不过我知道哪里可以拿到情报。作为交换条件，你拿到情报后需要跟我共享，并且奖金平分。什么奖金？你得先告诉我接受这个条件吗？可以，如果真的能够拿到情报，我可以跟你共享。在第5大街有间修理厂，那里有个家伙说自己见过丧尸聚集，我询问他具体的情况，他非让我参加一个比赛，只有我赢了才告诉我。什么比赛？一种自行车竞速赛，从指定位置出发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作为胜者。自行车竞速有意思。就是如此，我参加了1次失败了，并且我知道以我的能力不足以赢下比赛，所以我带你去参加，赢了之后共享情报。好，交易达成，带路吧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哟，怎么上次没输过瘾，还想玩吗？哼，这家伙叫戴维斯，他知道丧尸的事情，同时也是比赛的举办者。怎么，这次还找了个小白脸当帮手吗？少废话，比赛什么时候开始？1个小时后。你的车子在哪里？就是那辆。甘霖指了指角落一辆自行车，来福走过去试了试重量，感觉非常轻巧。只要这车子没问题，以我强化过2次的身体素质，赢下比赛应该不难。有信心吗？试试才知道，等着他将人召集齐吧。1小时很快过去，比赛选手也均已到齐，来福与10几名选手列成一排。根据指定路线骑行，第1名到达终点即为获胜。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，现在可以抓紧时间问。没有问题，快开始吧。好，那么比赛开始倒计时。倒计时结束的瞬间，10几名车手飞速冲了出来，而来福直接被拉开了一大段距离。
这小子看来是个新手。是啊，还以为又多出个竞争对手，原来是个菜鸟而已。这比赛的奖金就由我收下了。哎，好久没骑自行车了，毕竟得先适应下，这会儿也适应的差不多了，所以我要开始认真了。哼。哎呦我去，吓死宝宝了！我的天啊，这家伙真是个变态！哼，看来能够轻松拿到胜利。嘿嘿嘿嘿，小子，光靠速度快可是赢不了。好家伙，跟我玩这一套是吧？来福跑完整条路线后，不出意外的第一个抵达了终点。好样的，不愧是你。你赢得了比赛，我会遵守承诺，一会把奖金给你的。戴维斯，你得先告诉我们，你之前到底看到过什么？当然，不过这种事情我说出来，你们是一定不会相信的。说说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丧尸，但我看到了有人在吃人。具体一点。记得那是一个晚上，我为客户送点东西，但路上车子抛锚了，然后我看到很多人在追一个女人，我以为他们要对女人做那种事情，可谁知道。戴维斯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，显然不想回忆这件事。之后呢？哪还有之后的事情？我当然是逃跑了，那可是一群吃人的疯子。这只是一个丧尸咬死路人的事，哪有关于病原点的消息？绿光，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绿光吗？对，我还看到了一团绿光，那些人仿佛被它吸引，然后不断的向着绿光前进。我离开的时候，甚至看到其他街区的人也在往那里赶过去。最后一个问题，那地方在哪？东边的码头，那些家伙就是疯子。好，谢谢你提供的消息。接着来福与甘霖平分了奖金，然后离开修车厂。你应该不打算跟我组队一起前往码头吧？是的，你知道我的原则。好吧，那么就到此为止吧，再见。甘霖摆了摆手，很干脆的便走了。来福略差，还以为他会像之前那样苦苦哀求，没想到这次走得这么干脆。看来苦难真的会让人加速成长。算了，还是先去码头打探消息吧。麻烦去东城的码头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干什么的？这里不许随便进，要提货先登记。不提货，我就是路过来参观的。哼，这破地方有什么好参观的？可能我对老旧的东西特别感兴趣吧。这码头还在运作吗？当然，里面还有工人在装卸货物。那么晚上有人住在这里吗？有管理员，还有一些搬运工，他们一般都住在集装箱里。走吧，别瞎问了，这里不允许外人进入。表面上看起来，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，看来只能等晚上的时候偷偷进去一探究竟了。傍晚，来福翻墙进入码头，借着集装箱的掩护躲了起来。很快夜晚来临，来福躲在高处向下望去，只见集装箱的后面缓缓走出一群丧尸。这丧尸是出现了，但是那道绿光呢？启动夜视功能。护目镜夜视启动，来福视角顿时变得亮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一道绿色的光芒突然展开，所有丧尸都朝着绿光的方向走去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丧尸病原点吗？我得去更近的地方探查一下。来福刚想下去，突然发现一道黑影朝着自己这边窜了过来。来福仔细一看，那黑色的影子终于显现出来。只见他身上覆满灰色的鳞纹，竟是一名变异丧尸。夜之子，白银异星变异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我去码头寻找丧尸点原点，不料竟遭遇变异丧尸。夜之子，这样下去不行。夜之子一身防御力不足，极强的威力不足以贯穿他的皮肤。来福说完，抬起复合弓，抽出一支贯穿剑枝，迅速扣上。该死的！来福一箭并未射中头骨，于是又换上爆炸剑枝。成功了吗？奶奶的，我们两个只能活一个，但是我相信那个人肯定是我。这应该就是这把匕首的特殊效果，不仅可以治愈伤势，还能治愈丧尸病毒。你杀死了夜之子，累计数量1，天级奖励暗夜之心，毒素脑液。听着耳边的响声，来福感觉这声音简直如同天籁。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后，来福起身前往绿光所在的方向。
这应该就是所谓的病原点了。这里这么多丧尸，看来之前在餐车买的赤焰爆弹可以派上用场了。恭喜你摧毁一处丧尸病原点，完成任务2。任务的完成并不是结束，病原点被破坏让聚集而来的丧尸异常恼火，来福瞬间成了那些丧尸追捕目标。这里应该没有丧尸了吧？来福小心翼翼向前方走去，忽然听到细微的声响。谁在那？来福抬眼望去，只见3只半人多高的老鼠在通道内爬行。哼，3只老鼠还想找我的麻烦，等你们长大点再说吧。就在这时，又是一只变异老鼠窜出，只不过这一只有2米多高。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其实也没必要这么大，你说对吧？体型巨大是有好处，但是在这狭小的下水道里，应该是没法进行躲避吧。随即来福抽出一支燃烧箭枝搭在弓上。现在天也亮了，该重新回到地面了。来福重新爬回地面，那些丧尸早已退去。这下水道的味道太浓烈了，我得找个地方好好洗个澡才行。嘿，哥们，你找不到地方住，所以就去垃圾场睡觉了吗？你身上的味道真是太赞了。这不是上次那个谈判专家吗？等等，我不是故意嘲笑你的，如果你不高兴，我道歉，我现在立刻就道歉。你记得我？旅馆。之前看资料上不是说这里的人类只有白天的记忆，并且不超过24小时吗？还有上次的修理厂老板也记得晚上的事情，难道说这里还有少部分人保留着完整的记忆，并且这些人是完成任务的重要关键？能不能先放了我？把话说清楚。你居然也有记忆？给你个建议，趁我还愿意和你说话，把一切都说出来，不然我只能采取一些比较暴力的方法了。放心，我愿意说，我家就在前面，不如去我家聊。你身上现在的味道比我家狗都大。带路吧，别耍什么花样。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。好的，我跟其他人不同，能记起自己昨天做了什么，前天做了什么，但我的记忆似乎也有问题，而且这座城市也有少数和我一样的人。和我猜想的差不多，继续。我记得我在一个房间里醒来，然后我逃了出去，有人在不停的追我，想把我抓回去，我躲进了垃圾堆里，这才避过那些家伙。我的记忆就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至于更早的记忆我就没有了。这或许和失忆之都的真相有关，那你不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吗？不想，就这么稀里糊涂的，我感觉挺好。你不想，但是我想，快说还记得什么？我还记得逃跑的时候经过一座很大的庭院，那庭院的主人叫克拉克。你是怀疑这克拉克和人们为什么失忆的真相有关？不是，我没怀疑过，但是我只记得这么多了。也许这个克拉克和失忆之都的真相有关，那你知道怎么才能见到这个克拉克吗？巧了，克拉克的小女儿被绑架了，他发话说谁能救回他的女儿，他就愿意支付500万的报酬。你不会是想骗我帮你赚钱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哪敢骗你啊！所以眼下是要找到绑匪，救出他的女儿。聪明，不过这里这么大，上哪去找啊？我们可以散布消息，就说找到了他的女儿。你想诈骗克拉克？你想一想，绑匪无非求财，如果我们散布消息说已经救出人质，那么绑匪必然要证明人质还在他们手里，这样就有机会找到线索。好办法，我今晚之前就去把这事办好，保证明天全城的人都知道。那就赶紧去吧，我还有点事，傍晚前回来。随后莱夫再次来到码头，却惊奇地发现昨晚丧尸的尸体全都不见了。距离天亮到现在也就4-5个小时，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处理掉这么多尸体，所以藏尸体的地方肯定就在附近。莱夫发现空气中似乎有着一股古怪的味道，随即眼前一亮。这除臭剂的味道也太明显了，看来果然有人在搞鬼。接着又闲逛了一会后，莱夫回到艾杰斯的家。哥们，我都办好了，保证1小时后全城都知道克拉克女儿被解救出来的消息。你用了什么办法？晚间新闻。不错，看来有些时候你还是靠谱的。接下来就看绑匪什么时候露面了。没过多久，新闻果然播报了克拉克女儿被找到的消息。随后2人各自休息，直到第2天。别这么紧张，没准是送牛奶的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我在寻找失忆之都真相的途中，被卷进了一起绑架案件。兄弟，别紧张，没准是送牛奶的。你就是艾杰斯是吧？我是艾杰斯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克拉克公爵的人，公爵的女儿在哪？我不知道。你不是在电视台发布营救了公爵女儿的新闻吗？这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快走，谁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
走，快上车。什么情况？你发消息的时候没有匿名吗？我匿名了，我告诉电视台的人，让他们别告诉别人我的名字。你是猪啊？那克拉克看了新闻就不会去电视台问吗？开快点，再开快点！这破车只能这么快，我已经死命踩油门了。那就狠狠的撞他。这回暂时安全了。安全只是暂时的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现在只能暂时躲起来。你有什么好地方吗？有，那地方也许安全。那就走吧。谁呀？敲什么敲？尼克，你得帮帮我，我有麻烦了。我当然知道，而且还是大麻烦。快，先进来再说。兄弟，你可真有种，竟然敢绑架克拉克公爵的女儿！开什么玩笑，我才没干过。这是今天早上传来的消息，说你绑架了克拉克的女儿，然后假装将他的女儿救出，从而骗取奖金。这消息是哪来的？克拉克公爵今天放出的消息，说谁能将你带到他身边，就能拿到50万。这资料上的照片是克拉克的女儿吗？是的，据说是最初绑匪为了证明公爵女儿还活着，所以拍的照片。艾杰斯，我们得走了。去哪？我们得躲在这里才行。你们哪也去不了，直到我通知公爵的人赶过来。这就是你说的安全的地方吗？我说的是也许安全。少废话，坐着不许动。就在米克掏手机准备拨打公爵电话的时候，莱弗突然等等，放过他吧。能出卖你一次的人，绝对会出卖你第二次。这世界上能相信的只有自己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以前很照顾我。好吧，反正他出卖的人是你，你说了算。随后二人将米克捆了起来，重新上车。刚才看克拉克女儿照片上的背景，好像是一间存放贵重物品的仓库。拜托，这城市有多少座仓库你知道吗？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可能是某个富豪的私人仓库，或者是展览馆之类的仓库。前者的可能性太多了，后者的话，这座城市的确有一间展览馆。那我们就先去看看再说。这地方似乎很久没人进出过了，咱们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哼，没人进出，不是正好藏人吗？有道理。怎么了？有声音。没听到有声音啊。莱弗并未理会艾杰斯，因为经过2次的身体强化，莱弗的五感早已超过普通人类。两人继续向前，很快来到一具石棺处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考古学家。就在这时，石棺前方的盖板突然松动。快让开！钢铁卫士白银一星变异丧尸，还真是出现了相当麻烦的存在。好汉饶命，有话好说，不要动刀动枪。快点离开那里！老大，我不是故意。离这家伙远点，让我来对付他。你杀死了钢铁卫士，累计数量1，天启奖励银色弯刀。走吧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？三言两语很难解释清楚。总之小心一点，跟在我身后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跑吧，这地方有怪物啊。外面有克拉克的人，你觉得是被他手下打死好，还是被怪物砍死好？反正就是没活路了，是吗？我肯定是打算继续往里走，你可以自己看着办。等等我。随后两人又经过了几个展览厅，期间并没有再遇到丧尸。如果真有绑匪，可能不会在展览馆内，我们去存放展品的仓库找找。等等，我们找错路了吧？怎么说？刚才进来的时候，记得展览馆后方还有几座建筑，我觉得仓库多半应该在那里。走，去后面看看。接着两人迅速离开展馆。看这牌子，这里应该就是仓库了。这里好重的血腥味儿。真的吗？兄弟，你别吓我，要不我们还是跑路吧。来福并未理会，而是直接走进仓库。走进了一个仓库。这里好重的血腥味儿，小心点。我们可能找对地方了。这里的背景跟之前照片上的非常像。跟紧我。你瞎叫什么？尸体，这有尸体。这些尸体可能是绑匪。怎么说？自名孔武有力的男人，有枪，还在一间荒废的展览馆仓库内，很符合绑匪的身份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说过，绑匪在勒索过克拉克之后便没有消息了，所以我觉得，因为他们全死了，所以没有消息了，对吗？没错。
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声闷响，仓库的大门竟自己重重的关上。有鬼啊！狗屁的鬼！来福说完，抬头朝四周打量，突然一道红影窜出，不断的在两人四周飞来飞去。启动夜视功能。人面蝙蝠竟然是远古种，人面蝙蝠仿佛一张人脸飘在空中，让人不寒而栗。来福上意识到对手也是。你已经攻击过了，现在该我了。人面蝙蝠撞在来福身上，来福用力将其势头刻好。现在你完了！人面蝙蝠在地上不断挣扎，忽然发出一声尖响。声波攻击竟然忘了这茬了。来福转头望向艾杰斯，只见他脸色极为难看，躺在地上抽搐。看来又要你死我活了，那就来试试吧。随着蝙蝠的尖笑加剧，来福也是更为愤怒。即便如此，来福还是拔出根插狠刺入蝙蝠体内。没人能杀得了我，我会走得更远，而你只能死在这里。来福一刀刺入蝙蝠身体，整整捅了蝙蝠数万个透明窟窿，最终人面蝙蝠终于一动不动。恭喜你击杀人面蝙蝠，天启奖励远古蝙蝠血。随着神秘声音的响起，来福双腿一软，直接瘫倒地上。我一定会活到最后。休息了一阵后，来福终于好受一些，随即走到艾杰斯身边。喂，你死了吗？好像还剩口气。放心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接着两人又休息了一段时间，然后继续前进。还有什么好看的？有这怪物在，就算公爵女儿在这，多半也被咬死了。那可不好说，那4名绑匪不是被人面蝙蝠咬死的。你的意思是这里还有其他吃人的怪物吗？我一开始也以为是人面蝙蝠，但后来仔细琢磨，发现伤口的大小不对。这时来福低头发现脚下一坨粘稠的液体，并且带着恶臭。唾液，应该不是丧尸的。随后两人顺着唾液的方向来到一处堆满木箱的墙角。兄弟，你真是一点都不害怕吗？来福正要说话，突然一道黑影窜出。突然窜出的地龙将来福牢牢按在地上，来福只能苦苦支撑。这时艾杰斯鼓起勇气，搬起地上的箱子，狠狠。地龙吃痛犹豫着不敢贸然攻击，来福望向艾杰斯，点头表示感谢，但还未等来福起身，地龙突然冲了过来。地龙连带着来福一起撞进墙后的密道，一人一龙都被撞得七荤八素。醒醒，来福，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，你还不能死在这。来福凭着强大的毅力，一步一步挪到地龙身前，利用吸血的优势，在地龙身上当血花，同时也在恢复着伤势。而此时大量的失血让地龙变得无比虚弱。现在该给你最后一击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没想到这墙后竟然是个密道。快看，那边墙上好像有个开关。来福看向艾杰斯手指方向，只见不远处的墙壁上有一个红色按钮。这不会又是什么机关吧？等等，艾杰斯按下开关后，墙壁竟然缓缓升起，墙后是一大片空间，里面密密麻麻足有几十人，仿佛机械一样搬运的箱子。什么情况？他们都傻了吗？看起来都麻木了。来福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掏出匕首准备将其撬开。竟然是丧尸病原。来福短暂的惊讶过后，又有些兴奋。看来我已经无限接近失忆之都的秘密了。喂，快过来，这是克拉克公爵的女儿。来福蹲下打量着小女孩，只见她面无表情，一动不动的站着。确实跟照片里的差不多。艾杰斯，把她扛走，那是活的就行。克拉克也没说带回去一个傻了的不算。正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忽然响起：“你们是谁？为什么在这里？”来福抬头一看，只见远处一名身穿防护服的男人警惕地看着自己，同时手正慢慢地伸向后腰。这人身穿防护服，没像其他人一样变得麻木，而且腰间可能有枪，大概是这里的看管者。问你们话呢，没听见吗？一面墙壁的背后隐藏着一大片空间，数十名表情麻木的人搬运着箱子。来福二人在这里找到了被绑架的小女孩。就在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，身后竟出现一名身穿防护服的男人。问你们话呢，没听见吗？来者不善，看来只有先发制人。艾杰斯，把他抱起来，快跑！呼叫总部，有人入侵，有人入侵，请求快来支援。现在怎么办？一直往前跑，这地方肯定还有别的出口。站住，不要跑！来福二人一路狂奔，果然在前方找到了一条通道。这些家伙还真囚禁着人类当奴隶。先跑出去再说。
穿过牢房是另一片空旷的大厅，跟之前的几乎一模一样，同样堆满了装有丧尸病原的箱子。去附近看看，如果是和之前的大厅一样，这里的墙壁肯定也有开启的机关。快给我追！快过来，我找到了，这边有按钮。墙的后面就是展馆仓库，随后两人飞速逃离。上车，立刻离开，去找克拉克公爵。你不一起走吗？得有个人留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，而且接下来的事情跟你无关了，带着克拉克的女儿去换取奖金吧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一会儿等他们追出来，我们谁也跑不掉。艾杰斯咬咬牙，随后便抱着公爵女儿圣旨。艾杰斯是来福见过为数不多的好，是自己强行拉他入职，并且危急关头还奋不顾身的出手相救，所以来福决定留下吸引鼓励。目前爆炸剑之所剩不多，枪也不知道掉在哪了，所以吸引完火力，我得赶紧开溜。在那边。来福一溜烟跑到了一个小巷躲了起来，虽然可以用爆炸剑枝将他们全炸死，但来福打算节省弹药，并且还想抓个活的，打探一下情报。队长，这有好多项目，怎么办？分开搜。是。别动，把你知道的全告诉我，不然杀了你。哼，我不动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惹上了大麻烦？哼，我觉得眼下你的麻烦比我更大。你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听话。小子，我觉得话还是不要说的太满。吞噬者，白银5星变异丧尸，得趁他没有彻底变身前击杀才行。恭喜你击杀吞噬者，累计数量1，获得天启奖励，强化毒囊1个，随机药剂1瓶。还好趁他没变身之前就解决了，要不然又是一场恶战。不过本想抓个活的套一套这地下基地的秘密，如今看来线索是又断了。话说现在已经到了晚上，丧尸也应该出来了，所以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。随后来福跑进了一座住宅楼，爬上楼顶天台，背靠墙壁坐下休息。线索似乎又断了。这该死的失忆之都！失忆之都一共有3个任务，其实只要完成1个就能回到死亡列车，但是完成的任务越多，奖励就越丰富。只要再完成1个任务，我就可以得到特殊奖励了。可问题是没有线索呀。等等，我记得之前装丧尸病原的箱子上面有个符号，正是康普公司研究所的标志。难道说失忆之都也有康普公司？如果有的话，去那里或许会找到些线索。所以现在最好去弄一份失忆之都的地图。随后来福偷偷摸进一家商店。失忆之都果然有康普公司。白天去的话，应该就是一间正常的公司，也许会找不到线索。那么现在是正好。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来福迈步正想走进大楼，这时楼顶玻璃突然碎裂，接着一道人影从窗户飞了出来。这人好面熟，好像是死亡列车7号车厢上的人。既然死亡列车上的人都来了，就说明这里肯定有线索。接着来福走进大楼，只见大厅里10几具尸体躺在地上。难道这些人都是死亡列车上的？哟，看来还有条漏网之鱼。你是谁？怎么，你来取我性命，却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来福看着地上的尸体，若有所思，突然灵光一闪。你是 T 博士。眼前男子尽显疲惫，显然是刚跟地上这10几人战斗，而且似乎还伤得不轻。看来你现在的状况似乎不怎么样。哼，那又怎样？10几个人都奈何不了我，现在就你区1个人，又能怎么样？多说无益，开战吧。小子，是你逼我的。我靠，这是什么身体素质？挨了一发爆炸剑，竟然还没死。小子，是你逼我的。我靠，这是什么身体素质？挨了一发爆炸剑，竟然还没死。小子，我一天最多只能切换2次这种形态，而今天已经是第3次了，会付出什么代价我不知道，但是你今天必须死。靠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记得上一世没有遇到过这种变异体。受死吧！ T 博士话音刚落，飞速冲向来福尝试得到，接着便立刻感到一阵巨力传来，随后整个人直接飞了出去。好大的力气！
这人疯了吗？来福话音刚落，T 博士又冲了过来。既然有再生能力，还真是相当麻烦了。看来普通的攻击已经没用了，现在只能用这个了。来福将唯一剩下的一颗赤炎爆弹拿出，虽然有些心疼，但必须将 T 博士一击致命。这回总该解决了吧？来福话音刚落，T 博士忽然从眼中窜出，怎么可能？这样竟然都不死？眼前 T 博士的脑袋和胸口均被炸出了个大洞，显然已经没有了再生能力。不过一只大手死死地掐在来福脖子上，巨大的力气让来福快要窒息。丧尸病原，没想到他的心脏竟然是丧尸病原，难道说只有破坏掉他的心脏才能击杀他？可现在所有手段都用完了，而且根本动不了，难道就到此为止了吗？来福万念俱灰，感觉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消散。就在这里，趁现在。恭喜你击杀 T 博士，获得天启奖励变异病毒细胞，完成失忆之都第3项任务。由于 T 博士被击杀，死亡列车将在24小时后重新发车。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来福却是有些疑惑。刚才似乎有人在暗中出手，难道也是死亡列车上的人吗？为什么不连我一起击杀，然后自己获得奖励？虽然我们不是队友，但如果不是你，我在不夜城就已经死了，所以这次是还你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太弱了，我得变得更强才行。在来福击杀 T 博士的同时，死亡列车一间豪华车厢内，混蛋，竟然敢坏我的好事！不过话说回来，死亡列车怎么第2站就到失忆之都了呢？难道这是警告吗？不管是不是警告，那小子都必须死。来福再次回到死亡列车，此时车上已有5、6人先到。这次伤得不轻，好在活着回到了车上。等到餐车开放，就可以去购买恢复药剂了。随后的24小时内，又陆续回来了不少人。欢迎回到死亡列车，我将带领大家继续开启求生之路。死亡列车将在7小时后抵达樱花城，届时将发起车厢争夺战，指定车厢成员将进入樱花城进行互相厮杀，直至参与车厢争夺战的人类减少到25人时结束。争夺战存活的人类将获得巨大奖励。争夺战特殊任务：击杀鬼面将军，击杀石花，寻找变异植物病原出生体。完成特殊任务将自动得到一个晋级名额。另外，餐车即将开放，持续时间5小时。什么意思？这是要我们自相残杀吗？这太残忍了！面对丧尸已经快要崩溃了，还要我们杀自己人。别怕，到时候我们躲起来，反正到最后剩下25个人，我们保证自己不被杀就行。随后餐车开启，经过2个死亡列车的站台，众人已经知道餐车的正确使用功能，所以酒吧前台也聚集了不少兑换道具的人。喝完这恢复药剂，身体果然好多了。这次有什么好货吗？你可是我唯一接待的客人。当然，我要先兑换我的奖励。没问题。这是 T 博士的变异细胞，还有关于失忆之都的秘密，那里有人在抓捕人类当奴隶，似乎还在制作丧尸病原点。抱歉，你只完成了2个任务，破坏丧尸病原点和击杀 T 博士。失忆之都的秘密是白天的人类，夜晚会变丧尸，那里从来就没有人类。你似乎知道的不少。康普公司研究了一种解毒药剂，想让丧尸变回人类，可惜失败了。不用解毒剂后，那些丧尸的确会变回人类，但仅限于白天。之所以夜晚放出丧尸病原，是因为康普公司还在研究，并且不断放出新的丧尸病原，聚集丧尸进行实验。你击毁丧尸病原，并探究出了失忆之都的秘密，完成2项任务，这是你的奖励。谢谢。甘霖完成2项任务后得到的是一把列车专属手枪，而来福拿到的则是一项技能蛇咬，使用左手握力攻击敌人，有 5% 概率触发粉碎效果，根据身体素质的强化，握力将无限提升。我需要补充赤炎爆弹，还有爆炸剑枝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我还需要2把手枪，毕竟马上就要开启车厢争夺战了。我推荐这2把手枪，名为银色荆棘，30枚银骷髅。这枪果然方便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死亡列车下一站抵达樱花城。这枪果然方便。这枪名为银色荆棘，对丧尸有额外伤害效果，并且还有特殊技能，到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好，那么交易愉快。希望我们还能再见面。在抵达第4站台前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
随后来福回到7号车厢，坐到了角落。这次我们要以车厢为单位，大家一起团结起来，争取都活到最后。又是组队吗？来福回想起前世被队友背刺的经历，对组队很是体贴。人物资料信息查询：姓名来福，等级白银3星，骷髅币数量6银532铜，掌握技能蛇咬，携带武器飞鹰复合弓、阿拉斯加捕鲸生存刀、银色弯刀、银色荆棘双枪。现在我的能力应该比普通人强上好几个档次，不知对上其他车厢的人会有多手胜算。7个小时很快过去，死亡列车缓缓进入樱花城站台。现在大家都商议着组队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对不起，我对组队没有任何兴趣，你还是去找其他人吧。樱花城四周都是古代建筑，城内到处栽种着樱花。来福离开站台后，走到了一家茶点铺门口。现在公布死亡车厢站规则，交站区域限制为樱花城内，每12小时将出现限制区域，进入限制区30分钟未离开者将自然死亡。每3小时将随机公布3名成员位置，每6小时在随机位置刷新一次物资箱，届时公布刷新位置。最后祝大家能活下来，再见。丧尸，正好试试这银色荆棘的威力。没想到这枪的威力这么大。老大，这能行吗？我之前可是从来都没杀过人。你忘了列车的规则了吗？你不杀人就要被人杀。以咱们的实力，跟其他队伍硬碰硬肯定不行，所以咱们在这埋伏落单的人，杀人抢装备。这么快就遇到车上的人了，不过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小子，要怪就怪你的运气不好，今天就拿你当我们的开门红吧。就凭你们手里的几把烧火棍吗？大哥，他手里有枪。小子，要怪就怪你们运气不好，今天就拿你们当我的开门红吧。别，兄弟，我们错了，大家都是死亡列车上的人，大哥你放了我们吧。在这末世，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先去找个地方凑合一夜，明天直接去找石花。来福凭借前世的记忆，自然知道尸花和鬼面将军的所在地，所以这一点也是来福现在的优势。就这件吧，看着还不错。来福迈步打算进入屋子，突然感觉脚下一阵刺痛，只见一条极细的白线割破来福的脚裸。陷阱吗？还好反应的快停下来了，不然脚可能就没了。看来这里是有人捷足先登了。以为躲在墙后我就看不见了吗？会布置陷阱，反应也很快，有点意思。来福开枪射击，只见一道人影如同鬼魅飞速跃出大门，随后来福紧紧追上。原来是你，我记得你好像叫白子林。眼前男子正是来福最初登上死亡列车时见到的几人之一，所以颇有印象。从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知道你是个危险的家伙，你给我的感觉跟其他人都不一样。你跟那些废物也是不一样的。谢谢夸奖，可惜我们眼下注定要死一个。如此近的距离，两人心里都清楚，如果开枪，可能2人都会死，所以眼下形成了一个僵局。弟兄们，前面那2人不是我们车厢的，上，杀了他们！看来今天不是时候有人搅局。我也觉得，我们改日再战。接着2人很有默契的同时把枪放，然后分头逃跑。恭喜你击杀参战者，累计数量9。天色已晚，先找个地方住下，然后得寻思一下策略了。刚下车就跟人交手了3次，实在不怎么明智。随后来福又找了个房间躲藏。樱花城不像前2座城市，不会因为是夜晚丧尸就突然多起来。现在随机公布3人目前位置，分别为樱花城东南部茶楼、樱花城西南部医院、樱花城外平泉寺。呵呵，3个倒霉蛋，自求多福吧。另外6小时后，物资箱将在樱花城广场刷新，物资分别为食物、淡水，还有芬兰之星。我靠，芬兰之星那可是能在2000米以外击杀猎物的高端狙击步枪，食物和淡水倒是其次，这把枪必须搞到。来福走出屋子，在解决完徘徊的丧尸后，便朝广场赶去。什么人？来福在不远处发现了一道人影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显然对方也发现了来福。来福戴上星耀护目镜，这才看清前方是一个30多岁的男子，同样戴着护目镜，手拿一把重型机枪。如果在这开战，很可能会错过物资箱，还是先不要轻举妄动。来福一动不动，注视着前方的男人，对方也同样如此。真是麻烦，看来是只能开战了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死亡列车展开车厢征服战。该死，真是麻烦。男子见来福躲到墙后，便不再开枪。让你尝尝这个。
恭喜你击杀参战者，累计数量10，获得对方物品闪耀星辰。闪耀星辰是一种使用女星粉尘定制的闪光手电，爆炸时释放耀眼的白光。来福收好战利品后，继续向着广场前进。广场四周许多人都在暗中观察，但没有人敢轻举妄动。谁要是接近物资箱，不仅要面临丧尸的威胁，还会遭受其他人的攻击。先用闪光手雷制造混乱，然后趁机夺走物资箱。正在来福准备行动的时候，一个女人忽然从广场的另一边走出，缓慢地靠近物资箱。还真有不怕死的。要不要现在开枪把他击杀？先别动手，看看那女人想做什么。如果是个白痴，周围的丧尸就把她解决了；如果有什么手段，等她劫进了物资箱再抢夺也来得及。女人显得很轻松，正缓慢地走向广场，似乎并不惧怕广场的丧尸。这是什么手段？完全没看见他出手。女人四周仿佛有无形的刀锋一般，周围的丧尸只要接近女人，便立即分尸异处。动手！死了吗？还以为是个高手，怎么就这么轻易的死了？随着枪声的响起，躲在暗死的人都分辨出，他们彼此对枪射击，整个广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枪战。记得这小胖子也是7号车厢的。正在所有人激烈交战，一道人影忽然冲向物资箱，只见之前倒下的女人忽然坐起。女人迅速打开箱子，无视了水和食物，提起芬兰之星，迅速往广场外逃去。好狡猾的女人，竟然是装死！现在该轮到我上场了。来福将闪耀星辰掏出，朝着广场丢了出去，白炽的光芒瞬间让大家都睁不开眼睛。有毛病吧？这不是诚心要放那女人跑吗？趁着大家都睁不开眼的间隙，来福朝逃跑的方向追去。还真是阴魂不散。是呀，又是这招，还好我反应快。这到底是什么手段？他们好像在前面，快给我追！你想要这东西，对吗？其他人马上追过来了，并且没有十足的把握短时间内将他击杀。把东西给我，我放你走。来福接过枪后，也立即朝着另一边跑去。好了一段时间，在确认没有追兵后，找了个房屋钻了进去。靠，被那女人耍了。眼前的确是真正的芬兰之星，但是弹匣却被拿走了。没有子弹的枪跟烧火棍没什么区别，并且物资箱给的道具只能在争夺战中使用，没办法回餐车购买子弹。也就是说，费半天竟只拿了个废品。看来这场物资箱的争夺没有最后的赢家。虽然我拿到的东西没用，但起码也没让其他人得到。不过被这女人摆了一道，还真是不爽。随后，来福靠着墙壁坐下休息。现在公布目前死亡人数为30人，剩余人数100人。现在该去找尸花了。变异尸花等级为黄金1星，以来福目前的等级对上无疑是十分凶险。但来福凭借前世的经验，有着十足的把握。收拾好东西后，来福离开木屋，前往尸花所在的位置。记得这森林的最深处应该就是尸花所在的位置了。来福正要去找尸花，樱花林里忽然传来枪声，来福顺着枪声方向走去。变异丧尸蜂王，没想到能在这碰上。变异丧尸蜂王身高接近3米，并且皮糙肉厚，其弱点是眼睛和尾部。快撤，这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。呵呵，现在撤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既然你们不愿意玩命，那该轮到我上场了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来福在寻找尸花的途中遭遇变异丧尸蜂王。突然袭击的一发爆炸剑，炸得丧尸蜂王一时间晕头转向。来福趁机掏出银色荆棘。丧尸蜂王在使用伪真攻击过后会短暂的愣住几秒，此时是他防御最薄弱的时候。趁现在。恭喜你击杀丧尸蜂王，累计数量1，获得天启奖励蜂王刺、蜂王血。来福收好奖励，正要离开的时候，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。小子，你抢了我们的猎物！不是你们自己逃跑的吗？怎么成我抢你们猎物了？不管怎么说，是我们先发现的，而且我们为了他死了好几个弟兄。赶紧把战利品交出来，我们保证不杀你。我没听清，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小子，我说把战利品交出来，我饶你不死。你们这么蠢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小心背后！
一道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来福随即回头，只见一团烟雾中，一名戴着黑色口罩的男人突然朝自己袭来。黑衣男子匕首刺入来福的肩膀，来福左手握紧对方手臂，瞬间发动技能直。来福刚想接着攻击，只见其的敌人忽然跳男人脚下。高林失败了，要去救他吗？就不回来了，撤吧，再找其他偷袭的机会。这次是我们大意了，只派高林过去偷袭。那小子的身手比想象中更好，并不容易对付。不容易对付也得对付，你应该清楚，只要杀了这小子，我们能得到多大的好处。是啊，据我猜测，这次提前开启的死亡车厢战也是因为这小子，为的就是给我们制造机会动手。不如直接杀过去算了。不要冲动，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，至少得摸清他手里的底牌才行。那只左手不同寻常。的确要小心他的左手，不过他肯定还有其他的手段。把鲍文和柳东林喊回来，让他们不用埋伏了，我们先撤。刚才的事谢谢你。小事了，大家都是7号车厢的，要不我们一起组队吧？对不起，我还有其他什么能帮你的吗？你拒绝组队吗？我不喜欢组队，而且我也不认为你救我一次我就可以完全信任你了。那如果只限于这次车厢战呢？我们不是永久组队，而是暂时合作，所以我不需要你信任我，并且我不认为自己是拖累。我们2个应该算是强强联合。的确，把他带在身边确实能增加不少战力，而且以我目前的实力，只要警惕一些，他就算要偷袭也没那么容易。好，那么我们就暂时组队，等回到车上就解散。嘿嘿，太好了，我叫熊大志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来福。随后2人又各自介绍了自己的能力，当然来福还是有所保留。熊大志的能力是可以把任何材料制造成炸弹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死亡列车上的材料，他甚至可以做出列车上贩卖的高级炸弹。你目前有考虑过什么计划吗？是的，我打算建一个据点，周围布满地雷，然后在据点带到只剩25人就可以了。不过我需要制造炸弹的材料，所以我需要你这种强大的队友一起搜集材料。真是不错的计划，不过我有更好的方案，想不想听？什么方案？灭了市花。什么？你想直接拿到生存名额？你知道市花的位置在哪吗？当然，要不然怎么灭？但就算我们击杀市花，也只能得到1个名额。是的，那如果再加上鬼面将军呢？你连鬼面将军在哪也知道？当然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先带你去看鬼面将军，确定我的确知道那家伙的踪迹。如果真的能2个全部击杀，那无疑是最好的。可是如果和他击杀完市花，他直接把我丢下怎么办？我有能力拦住他吗？如果我坚持自己的计划，你是不是就终止合作了？是的，没错。那我就信你一次，照着你的计划来。我本来是要去猎杀市花的，但既然你加入了，就临时改变一下计划呗。我需要你制作更多的燃烧瓶和炸弹，火焰对市花有显著的效果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不过我需要更多的材料制作炸弹。那你都需要什么材料？硝酸铵、过氧化氢、铝粉浆什么都可以。请说人话可以吗？好吧，就是化肥、油漆、颜料、消毒水什么的都可以。我想我知道哪里能找到这些东西。你连这都知道？随后2人离开樱花林，回到城市寻找制作炸弹的材料。区域开始封锁，城南3条街道将无法进入，请待在该区域的人迅速撤离。另外，物资箱开始刷新，本次物资箱的物品分别为食物、水和防弹衣1件。神秘的声音再次响起，不过这次来福却没打算去抢物资箱。一来防弹衣属于是防具，让人拿了也就拿了；二来物资箱刷新的区域距离来福太远了。其实有防弹衣也没用，又挡不住你狙击枪的子弹。我没狙击枪。昨天晚上你不是得手了吗？被一个女人把子弹和弹匣拿走了。2人随后来到了一处城楼的屋。不是找材料吗？带我来这里干嘛？看，下面那个就是鬼面将军。末日爆发丧尸危机，人类只有登上死亡列车才有活下去的机会。紧接上集，来福击杀变异蜂王后与熊大志临时组队，并前往城市寻找制作炸弹的材料。不是去找材料吗？带我来这干嘛？下面那个就是鬼面将军。这么远谁能看清？不能走近点吗？你以为是动物园看猴子吗？想靠近就靠近。那就回头再说，眼下是不是该去找制作炸弹的材料了？是的，跟紧我，材料就在这座城楼里。随后来福带头进入城楼内部，犹如进出自己家一般，在里面七绕八绕。这也太牛了吧！就算是之前探索过这里，也不至于这么熟悉吧？到了，就是这里。这是什么地方？道具仓库。这座城楼以前是一座影视基地，用来拍电影跟电视剧的，里面有很多道具，所以我想在这里应该能找到你说的材料。你连这也知道？来福转身抬手将门拉开，忽然一道飞刺窜出，把这家伙嘴掰开，让我把炸弹丢进去。不用。来福说完立即拔出蛇眼，爬行者的脖子瞬间被来福扭断。我靠，你变态啊！
这都能直接捏死。给你句忠告，别只红炸弹，多提升一下身体素质是有好处的。解决完爬行者后，两人进入道具仓库，只见里面足有7、8具麻木丧尸呆呆站在原地。嘿嘿，一路走好啊。嘿嘿，不管怎么说，炸弹还是有点用处的。就在这时，2头丧尸犬突然窜了出来。这是裂变犬白银3星的实力，若不是有这把银色荆棘，打起来还是相当费力的。骨魔等级为白银5星，是裂变犬的异变体，可使用舌头和骨刺攻击。此时熊大志不知从哪掏出一个金属圆盘，朝着骨魔丢了过去。圆盘的爆炸虽然没对骨魔造成实质性的伤害，但也将其炸了一个踉跄。熊大志紧接着又是几个燃烧瓶扔出。不好！此时骨魔身上长出无数根骨刺，随后身体一抖，骨刺朝着来福所在的方向飞出。纵使来福已经强化过好几次的身体素质，被骨魔这么一撞也是疼得龇牙咧嘴。快趴下！我靠，变态啊！这都炸不死。爆炸对这家伙是没用的，他外面的皮肤非常坚硬，除非直接把炸弹塞进这家伙嘴里。那就想办法丢他嘴里。我去制住他，你再找机会把炸弹丢进他嘴里。随后来福飞速冲向骨魔。快，趁现在！熊大志快速奔跑，然后将一罐子塞进嘴。快趴下！终于把那家伙弄死了。你听到那个神秘的声音了吗？不好，没有那声音，那家伙还……熊大志话还没说完，只见被炸成一半的骨魔一只手已经抓在了熊大志的脚上。帮忙，快帮忙！此时骨魔虽然还没死，但也根本没有战斗能力。来福掏出银色荆棘。恭喜你击杀骨魔，累计数量1，获得天启奖励变异水晶脊骨。神秘声音响起，来福随即眼前一亮。击杀骨魔很大概率只会得到骨魔的骨头，但是现在竟然出了变异过的脊骨，这运气真是相当不错了。随后二人又在道具仓库内找到了些制作炸弹的材料。这些材料够用吗？不少东西都能用，不过这里多半拍摄的是古装，不然应该能找到更多的。够用就行，我们不着急离开，暂时躲在这里也行。其他人不太有可能找到这里来，你可以慢慢挑，或者在这制作炸弹也可以。这地方确实不错。接下来熊大志开始日夜能制作炸弹，而来福则是短暂的迎来了休息时间。你估计自己得折腾多久？明天肯定不成了，后天我们出发去找石花吧。来福处理完伤口便开始休息。对于熊大志这个临时队友，来福还是时刻保持着警惕，毕竟人性这种东西是最摸不透的。目前死亡人数为37人，剩余人数90人。喂，你说死亡列车到底是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明显不是普通的列车吧？上面有各种神奇的事情，还要我们做任务，简直就像故事里一样。此时来福笑了一下，熊大志会有这样的疑惑很正常。事实上，每一个登上死亡列车的人，伴随着对列车的越发熟悉，都会有这样的疑惑。那你说，如果没有死亡列车会怎么样？以你的本事，应该能在一座城市活下去，然后每天面对不同的丧尸，寻找水和食物。几年之后，人都死光了，无人生产，不会有新的食物，水源被不断的污染，不会有干净的水源，然后默默死去。熊大志沉默了一会，然后说道：“这就是末世吗？”是的，死亡列车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那里有食物，有水源，你能够活下去，那里是唯一的希望。所以我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，反正死亡列车是唯一的选择，对吗？变强，战斗，然后活下去，这已经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了。真不知道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。懦弱的人会选择自杀，当你绝望的时候，失去生存的意志时，也许可以试一试。我好歹也是高材生，别把我想的这么脆弱，我一定能活下去的。你继续忙吧，我去附近看看能不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。城楼内部其实很大，走廊纵横交错，有很多岔道跟房间，不过其中大部分都是空房。不对啊，记得这里应该有少量的丧尸徘徊才对，怎么一个都没有？